坎贝尔兄妹为了赢得比赛不择手段，却没想到他们的对手是十项全能的最强间谍。黄昏灵活地躲避着地面的剑劲，哥哥凯罗用喷气球拍挥出强力一击，却被叶维抓住机会使出扣杀，见陷阱不管用，凯罗又示意手下抬高网球的高度，叶维的下一击没能过网，意识到网子在上下移动的两人立刻重新计算球路。即便坎贝尔兄妹用上了各种各样的阻挠机关，但那势不可挡的间谍搭档面前不过是不入眼的小把戏。很快就到了最终盘，黄昏夸赞了叶维的能力，有他在真让人放心。叶维感动的都快哭了，恨不得这场比赛永远不会结束。而为了阻止佛尼夫妻，凯罗决定启用杀手锏。比赛再次开始，就在黄昏以为对手终于放弃耍手段之时，凯罗突然吐出舌头略，在通风管道内，杀手正瞄准接球的叶维开出一枪，黄昏反应极快的将叶维扑倒，替他挡下了射来的橡胶子弹。叶维对黄昏受伤的事很愧疚，黄昏表示不用担心，他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，所以在衣服里穿了防弹背心。一些身勇行为，叶维沦陷得更深了。见中弹的黄昏还能站起来，凯罗都惊呆了，这种阻挠行为是会要了人命的。叶维向裁判提出申诉，但既然敢明目张胆的耍手段，很有可能裁判和运营机构都在坎贝尔的掌控之中，万一大赛后不了了之，反而会失去夺走画作的机会。幸亏橡胶子弹速度慢，要是故意制造破绽并错开时间，就能诱导对方射偏。黄昏提醒叶维注意看对手发出的暗号。面对裁判的询问，黄昏借口自己还没醒酒，不小心摔倒糊弄了过去。比赛再次开始，见凯罗他在发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暗号，黄昏立刻扭出一套极为怪异的步伐发出一球。狙击手一有牙，让球场的作业小组配合他的行动，无论如何都要让坎贝尔兄妹获胜。没想到继黄昏之后，叶维也使出了醉拳打法，狙击手根本无法瞄准，只好联络场上的球童下手。没错，就连球童都是他们的人。球童手腕上绑着发射器，朝黄昏射出一击，幸好这种看得见的攻击要好挡得多。黄昏挥空球拍拦下了子弹，两个人就这么顶着四面八方的暗算，打观众看不懂的醉拳，对坎贝尔兄妹进行全方位的碾压。凯罗诡计不成，自食其果，被黄昏用子弹击中腹部，他只能借口自己吃坏了肚子搪塞，他也不想输的，但架不住对手实在是太强了。比赛结束，佛尼组合成为最后的冠军。凯罗没想到黄昏看穿了所有机关，还能一路碾压获得胜利，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觉得不甘心。黄昏安慰了凯罗几句，立刻被对方引为知己，痛哭流涕，不仅赢得了比赛，还让对手改过自新，不愧是最强间谍。坎贝尔虽然输了钱，但却见证了儿子的成长，不由得流下了欣慰的眼泪。冠军可以从坎贝尔的收藏品中任选一样作为奖励。而就在这时，秘书突然凑到坎贝尔耳边说了什么，于是当两人选中向阳出的贵妇作为奖品时，不出所料遭到了坎贝尔的拒绝。他们可以挑选其他奖品，唯独这幅画不可以。刚才正是保安局过来打的电话，对方已经发现了画作的情报，很快就会过来收取画作。黄昏和叶维对视一眼，叶维希望能去参观一下实物，不过到了宝库却没有发现黄昏的影子。叶维借口他宿醉严重休息去了，将行李放到一边。叶维跟着坎贝尔去挑选奖品，而贵妇的画作是由管家进行打包。管家拿下画作确认无误后，就交给了保安局。随后挑选完奖品的叶维离开，不出所料，管家正是前面特工黄昏假扮的。坎贝尔给叶维推荐了奇怪的壶和低俗戒指，因为太丑，两人决定送给管理员当礼物。打完一场球赛的黄昏都快要肾虚了，叶维事先放了赝品带在球里，他伪装成管家查看画作时候就已经把贵妇调包了，现在印着暗号的真品在他们手里，保安局就算再怎么研究都不会有结果。任务完成，黄昏拒绝了叶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提议，说到底他是有妇之夫，万一被邻居看到影响不好。虽然叶维非常不甘心，但还是将车停在了公园门口。没想到约尔和阿尼亚还在公园打网球，叶维见状直接上前要和约尔进行一场网球切磋赛，对黄昏的借口是要检验约尔的运动能力是否符合标准。你说这你不就是自讨苦吃吗？阿尼亚在一旁快乐吃瓜，叶维要把约尔打击得体无完肤，让约尔失去了佛吉家的容身之处。而约尔也查到了某种危机，难道黄昏喜欢的是打网球厉害的人吗？那他今天非打不可了。阿尼亚突然想到贝吉给他讲的狗血剧里的三角恋，这就是女人之间的战争。比赛开始，先由约尔发球，认为在比赛中放水很失礼的约尔用尽全力挥出一球，结果球径直掉到了地上，还没等叶维嘲讽他不过如此，就见网球居然碎成了无数整齐的小块，约尔居然用球线把网球拍碎了，这是何等的怪力！约尔哭唧唧，他网球果然打得超级烂。约尔又拿了一颗新的球，控制自己的力道向叶维挥出一击，叶维还没从球被切碎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就连一颗网球以超音速直线朝他飞来。叶维在被击中的前一秒终于想起挥拍拦截，却没想到网球的力道重如千斤，完全没有办法打回去。但是叶维没有放弃，他对黄昏的爱意是绝对不会输给约尔的，这种东西和他常年积累的爱意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。在爱意的作用下，叶维居然真的拦下了超音速网球，他一定要射穿黄昏的心，代替约尔站在黄昏的身边，所以倒是把佛吉夫人换他来当啊。在叶维的大力出奇迹下，承受太多的球拍被当场分尸，网球径直潜入身后的树干里，叶维输得彻
彻底体，白毛败犬扔下狠话，扭头就跑，哭得那叫一个惨。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黄昏感觉很胃痛，只希望月儿不要因此起疑。月儿突然凑上来，坚定地告诉黄昏自己赢了。见黄昏没有别的反应，表现得有些失落。各种意义上，黄昏今天都好累，因为和月儿的比赛惨败，叶维躲到深山里做起了特训。关了月之奔很快破译出了贵妇身上的暗号，派了人去存放机密的位置，收回了里卡斯的日记。而所谓的机密，其实只是年轻女演员的写真照。杜里斯卡是个狂热的音乐剧粉丝，对女爱豆非常沉迷。因为氪金太过被老婆发现，揍得满头是包，于是他将所有的周边都藏在了地下仓库。所以这所谓的火种根本不是两国之间，而是夫妻之间的。黄昏一脸黑线，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成为机密文件呢？他居然在为爱豆写真拼死拼活的打网球。原来在战争结束之前，扎卡里斯有接待过西国的外交官去看剧，而因为怕被老婆发现而被要求相关人员保密，结果被人添油加醋的传成了机密。但是没有任何的战争火种，不也是件很好的事情吗？这时黄昏的日记里发现了扎里斯卡一家人的照片，虽然沉迷爱豆，但扎里斯卡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妻女，倒是佛姐一家因为叶维即将迎来婚姻的危机。